赵白石伙同吴家东院，想构陷我们沈家，现在还想要我们捐银子，帮他争脸，休想！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当即表态了，一文不捐。我还撂下话，我们沈家呢自己搭粥棚，定时施粥。什么？爹，你没有看到那些灾民真的很惨，每天一个粗面膜根本吃不饱，我亲眼所见。你知道施粥的耗费吗？我算过了，眼下泾阳一共有灾民约4500余人，就按照每人每日3两大米计算吧，每日不过才7担大米。我们沈家米库有的是啊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我们沈家粮库里会存那么多粮食？不知道。我再问你，线下米价多少？那3个月前呢？3个月前，我们大肆收购大米，账本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？难道你忘了？是大米吗？我怎么记得是马匹呢？今年根本就没有进过马匹啊？是吗？有可能我记差了。哎，你大哥9岁的时候就能过目不忘，看一眼账簿就能倒背如流。你看看你，反复看了4、5遍，居然还能看差。3个月前，泾阳的米价3两1担，现在涨到5两。就是我们大肆收购所致，因为我断定，明年开春之前，这粮价一定会涨到8两，甚至10两。所以呢，每日7担大米就是每日70两，1个月就是2000两。你爹我刚学做生意的时候啊，苦熬1整年才挣30两，所以这施粥绝对不行。哎，爹，我沈家2少爷啊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我懒得跟你废话。赵白石不是已经在赈灾了吗？是，但灾民还是源源不断的涌入泾阳，1万两银子，一天一个馒头肯定是不够的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盖粥棚？越快越好，要是明天能够就绪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不妥啊！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个赵白石，他召集大家募捐，那是铁了心要做一份政绩。他在那边发馒头，你在那边施粥，你不是存心抢他风头吗？赵大人应该不会这么想吧？人心难测啊，什么想法都有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可是见死不救，不是我们东院的传统啊。不是见死不救，而是缓2天，等赵大人完成了他的政绩，我们再出手。我怕再耽误下去，那些灾民难以再济。贸然出手，惹祸上身，到时候你想帮谁，都帮不了了。爹，这次赈灾，东院义不容辞，但肯定不是现在。邵总家，老爷走的时候专门交代，赈灾的事儿，等他回来再说。我知道，但等他回来至少10天之后，那明里有许多人恐怕连今天都撑不过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不用做什么，去给我200担大米，再派8个人手就行了。不行。杨管家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因为老爷有令啊。我是少东家，我的话你至少得听一半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不拦你，
你也别逼我。什么意思？您是少东家，您有粮仓的钥匙，您要抬米走，我也拦不住。但是，老爷的命令，我不能违背，我手下所有人也不能违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能给我派人手？对不住了，少东家。爹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你家再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起驾！看什么呢？想心事啊？我想搭建粥棚，但是爹不答应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，爹当然也是有他的道理。可人命关天呀，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大的道理？我知道，但是杨管家他们呢，不敢违背爹的命令，都不愿意帮我。就算我现在打开粮仓，也没有人可以把粮食给背出来。人手不够。嗯，那我们自己找人去背。能找谁呢？找外人嘛，杨管家肯定不让他们进东院的。有一拨人，应该不归杨管家管。谁啊？富时不减，平时毁；现时不学，用时毁；酒色赌博，祸时毁；遇难不帮，过时毁。学徒房？嗯。哇，你就是点子多，回头我要好好打赏你。我先去召集他们。行。少文，哎。少奶奶，帮我先收拾，一会儿我来找你啊。
来，王世俊，你负责搭粥棚，几个点各搭一个，还要置办锅碗瓢盆及柴火，务必在中午之前全部完成。少东家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办好的。放心吧。啊，你们几个负责从粮仓背粮食，先把今天米备够。好。那你们几个呢？重点负责熬粥，谁烧火谁劈柴，你们自行安排。好的，少东家放心。好。施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得到现场。第一，现场秩序不能乱；第二，不能有恃强凌弱的事情。有些人负责监督，有些人负责施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，少奶奶，加我一个吧，啊？我可以帮忙熬粥，也可以帮忙施粥。你就不用了吧？为什么？你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同了，要是再抛头露面，我怕爹和娘。少东家说的对，周莹现在已经是少奶奶了。少奶奶，再有2天就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2天别把我当少奶奶啊！不，你刚才不是说少东家，我们从破庙开始吧？对，少东家，我们从破庙开始吧。对，破庙那边灾情最重。是。行，那就从破庙开始吧。我们去了。走。到。哎，转一下。吴掌柜，哟，二少爷，我爹派我来办点事儿，需要你帮忙。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个你认识吧？认识。啊，把后面的粮仓给我打开，再给我派几个兄弟。好，行。粥马上就好了，哎，往里排。让一下。来，少东家，再有2刻钟，这粥就熬好了。大家往里排。让一下。这么多人，今天熬的粥够吗？恐怕是不够。来，大家往里站。来，让一下。我回去调点米过来。你去吧，我在这里帮忙。行。来，让一下。来，给我让一下。哎，别急，让一下啊。抓把紧，快点。怎么样，好了吗？差不多快好了。快点！你这干的是啥呀？看什么看呀？还不赶紧帮忙！小姐，你怎么跟少奶奶说话的？还就这样说话自在？你这样添柴就不对，起开，我来教你。来，给我。放那边。好。哎，来，让一让。周莹，你真行，连这都会啊！想当年进学徒房之前，我可是在厨房帮过忙，这经验可是烧坏了2口锅换来的。想当年，其实也就几个月之前。来，是啊，也就几个月。动作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动作快点嘛！你没看到灾民越来越多了吗？咱那边也有人在搭粥棚。太好了，我还正愁我们力量不够呢。这下所有灾民都能喝上1碗热粥了。小心点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，要不要帮忙？哎，来，大家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。喂，需要帮忙吗？周莹，
是你？这次落到我手上了吧？我看你怎么跑！你要干什么？别碰我们家少奶奶。少奶奶？没错，周莹现在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沈心怡，请你自重。跟吴聘成亲的丫头是你呀？怎么了？没想到你竟然嫁给了吴聘。还我，站不起！放开我！你想动手？放开少奶奶！真没想到啊！吴聘娶了个丫头，丫头怎么了？丫头就得回去给我干活。走！你休想！你又踢我！我踢死你！你不要以为嫁给吴聘你就飞上枝头做凤凰。你别忘，你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呢。别以为一张卖身契就能威胁到我，我就能拿着它威胁你一辈子。我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死也是我们沈家的贵。放手！放开！给我回来！喂，少爷来了！少爷！好，来得好。今天我们就把所有账一并算。沈心怡，周莹现在是我的妻子，就算你娶了她，她照样还是我的人。而你吴聘，你就是个贼，你是个强盗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周莹以前是你家的丫鬟，但她现在不可能跟你回沈家。至于沈家的损失，我愿意用金钱来了结。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拿你们吴家东院所有的财产来换周莹一条命，再拿你一条命。沈星一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胡说八道！换我大哥的命。我最后说一次，你大哥的死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也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不管你们吴家东院多有钱有势，这个丫头的卖身契现在在我手上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卖，死我也不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吴聘今天就霸道一次，就强买强卖一次。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。吴聘，你就只配娶一个不值钱的丫头。你看她是个不值钱的丫头，但在我眼里，她是无价之宝。走吧。我得少爷，放开我家少爷！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走，别快过去。少爷，这条时钟，别说你嫁给吴聘，就算你嫁给天王老子，我也把你抓回来。没事吧？走，过去。周鹏给我拆了。啊？这个更大更好的，敲我的门。好，散了，把门拆了，快点！给我拆！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别担心，我打听过了，你的卖身契不是死契，大不了就打个官司，多赔点钱嘛。我总是给你惹麻烦，但你给我的开心更多。给我好了。别着急，每人都有啊，慢慢来，别烫着了，装好了。来，喝了。
人人都有啊，别烫着了啊！有人晕倒了，别挤啊！不要挤，不要挤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肯定是饿晕了。小江，端碗米汤来。好。大哥。大哥，先喝碗米汤，慢慢喝。慢。大姐，这里还有一碗，慢慢喝。夫人，哎，大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谁都会遇到难处，大家互相帮一把，拉一下就过去了。别太伤心了，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排好队来。少东家，上次你吩咐我办的事情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办。啊，先把施粥的事办完再去也不迟。好。帅，桶搭好了。熬粥啊，粥好了再叫我。好了。粥。世俊，来，下一锅粥什么时候熬好？至少还有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？别挤，都往前点啊！别挤，别把粥盒挤坏了啊！哎，别抢！马上，再搭1口灶，不，2口灶，3口灶，同时熬粥。小五，少东家，告诉大家今天粥管够，这锅赶不上，后面的马上就出来，叫大家别急。好，还有，多带几个人疏导一下，别所有人都拥在粥棚前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还有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，大家别着急，把中间给我腾开。第20口锅马上就出来了啊！今天人人都有，大家别急，人人都有。别急。吴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事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怕你再出事儿。让我看看，手能动吗？啊，砸哪儿了？啊，疼不疼？有没有砸哪儿？啊！你吓死我了！我不会有事的。吴家东院和沈家已经开始施粥了，据说还是吴聘和沈星移亲自操持。吴家东院那边一开始出了点小岔子，但是后来也都井然有序了。我还以为这2位都是唯利是图之辈，没想到还有古道热肠的一面。秦商虽然平日里专注生意，但是乡邻只要有难，
都还是十分热心。哎，帮我约一下那吴聘和沈兴义。是，大人。少东家，现在除了我们和沈家，泾阳又有7、8家富商也搭建了粥棚，再加上官府每日发放的口粮，灾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3餐不济了，街面上也比从前安定多了。那我们明日还是继续施粥。施粥得继续，但是施粥呢，只能解一时之困。以长远来说，要是让这些灾民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，成为县民，那就适得其反。少东家所虑极是，所谓死水怕烧药，我们不能养他们一辈子啊。我们吴家东院在北纵山脚有50亩地，一直都荒着，我打算把它拿出来，无偿给灾民耕种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。没错，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心定下来才算真正的安定。那我现在就去灾民中间问一问，有愿意耕种的，我先登记下来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老爷叫你去花厅问话。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。行，我知道。没事，我去就回来啊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也不知道老爷会怎么责罚少东家。少东家违背老爷的命令，这在家规里面可是重罪。会不会动用家法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？我去看看。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我就是不忍心啊！叫你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你偏要做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啊！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？来人，拿家法！老爷，少东家也是一片善心。老爷，其实少东家也没什么错。吴聘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个商号的掌柜，你做这些事儿的确没什么错。但你今天是东院的少东家呀，你日后要统领吴家东院的，结果呢，你只看眼前是非，你不谋全局，不谋万事，那你就错大了你。任凭爹处置。老爷，你要打就打我好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的错我来认，你没必要替我受过。不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爹，是我撺掇吴聘施粥的，是我逼他开了粮仓，鼓动学徒房的学徒去帮忙的，也是我。原来是你在背后蛊惑吴聘的。是。那么说，你还是违背我的命令，继续在外面抛头露面？是。我要你谨小慎微、修身养性，你还是置之不理、当耳边风？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一错再错，那就休怪我吴家东院无情了。来人，拿纸笔。爹，拿纸笔干什么？
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写休书吧你。爹不能，周英，快给爹认错，快！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，但施粥济贫，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。你目无尊长，不守妇道，不思悔改，无法无天，你还敢说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写吧。你知道休书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院呗。那你还吴变，你还啰嗦什么？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？爹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留下来。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院多么稀罕。是，你们是有钱，但为富不仁，我也瞧不上。给我轰出去！不用你轰，我自己走。少奶奶，小，哎，您找我。前2天在院子里，我给了您个小包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包袱呢？在我房里收着呢，帮我拿来。好。爹骂我个几句，打我几下，也就过去了，何苦要跳出来呢？嘿，施粥这事儿，本来就有我一份。但你也没必要和他争执，现在事情闹大了，他逼着我，非要休了你。没事儿，休就休呗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我就这么不堪，让你宁可被休，也不愿意留下来？少奶奶，你的包袱。你早就想走？是，我早就想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走了，对所有人都好，既能成全你和胡咏梅，东院也能回归清静，我自己也能落得自由自在。我和胡咏梅？那天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，我都听到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说，你们俩很相爱，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。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听到你说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不起他。是，我是错了，但并不是错在我娶了你，而是错在我承诺过他要一辈子对他好。我的确是对不起他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娶她，而是因为我很高兴我娶的人不是她。你知道吗？
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和我成亲的人是你而不是他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！就在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爱的人不是他，是你。可是你们以前不是？以前，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告诉我自己要爱她、敬她。可是后来你出现了。虽然你只是个丫头，但是我就是愿意和你待在一起。你胡说八道，我觉得有趣；你闯祸，我觉得可爱。就算你骗了我，我也没办法对你生气。当你跟我说你要走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我有多么的舍不得吗？那个时候，我不应该爱你，但是我爱上你了。可是你娘觉得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你，配得上吴家东院，还有你爹。周颖，如果我没有昏迷，如果胡家没有悔婚，那我娶了胡永梅，也就娶了，我这辈子也就那样了。可是现在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管爹说什么，娘说什么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这一辈子，我不要跟你分开。如果你对我的感觉跟我对你的是一样的话，那就别走。别让我休了你，好吗？老爷，还生气呀？当初要不是周莹嫁进门，吴嫔也醒不过来。请了多少大夫，灌了多少药，吴嫔能醒过来，我觉得跟陈清没关系，是那个药里面吧。我还是觉得这么做不厚道。我也是忍无可忍呢。一个女人家被撵出去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这你放心，我会补偿她的。下半辈子我会让她不愁吃穿，这样子，我们眼不见心也不烦。可是，爹，娘。我不是让你写休书吗？写好了吗？爹，我来就是想请你收回成命。想都别想！我的命是周莹救的，救命之恩，可以另外想方法报答。我已经离不开她，离不开。就她这样的丫头，人世上要多少有多少。可
可我只要他，他究竟有什么好？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，我只知道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会非常的充实，也非常的开心。如果我非要撵他走呢？那我就跟他一起走。吴平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竟然为了他，你要舍弃吴家，舍弃东院。我也不愿意舍弃吴家，也不愿意舍弃东院，更不愿意离开爹，离开娘。但是，如果要和周英分开，我宁可当时没有醒过来。爹，我求你了。爹，娘，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是为了吴聘，我愿意改，我愿意从此以后修身养性。姐，你们不要赶我走，我想和吴聘在一起。老爷，要不这……老爷。爹，娘，我不是让你写休书吗？写好了吗？爹，我来就是想请你收回成命。想都别想！我的命是周应救的，救命之恩，可以另外想方法报答。我已经离不开他，离不开。就她这样的丫头，人世上要多少有多少。可我只要他，她究竟有什么好？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，我只知道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会非常的充实，也非常的开心。如果我非要撵他走呢？那我就跟他一起走。吴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竟然为了他，你要舍弃吴家，舍弃东院。我也不愿意舍弃吴家，也不愿意舍弃东院，更不愿意离开爹，离开娘。但是，如果要和周应分开，我宁可当时没有醒过来。爹，我求你了。爹，娘，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是为了吴聘，我愿意改，我愿意从此以后修身养性。姐，你们不要赶我走，我想和吴聘在一起。老爷，要不就……老爷，你快起来，起来吧。石头凉，跪久了伤筋骨。爹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你先起来，我去劝他。不。
爹认个错吧。不，你不用为了我这样和你爹作对。我也不是要跟我爹作对，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，不管是赈灾，还是把你留下来。其实你爹你娘也没错，是我自己从小野惯，受不了吴家的规矩。吴家的规矩也不是样样都对。但我和你或许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想。那再难，再苦，我们都别放弃。那我们继续跪着。老爷，快3更了。胃口怎么样？这已经深秋了，风寒露重的，我怕吴聘的身子经不起。梁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他现在身子比以前还要健忘几分，你不用担心。可他毕竟是大病初愈呀，况且他们也都跪了1个多时辰了，就算罚也罚够了吧？不够。老爷，我倒要看看这吴聘为了这个女的下了多大的决心。吴聘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？小事随和，但遇到大事却比谁都犟。这个周莹我也看不惯，但偏偏吴聘还认准了他。我估计啊，你是赶不走他了。既然赶不走，那就跟你让他跪一跪。这个女的性子太野了，就得这样训一训。但你这样，不是让吴聘跟着受罪？我就是要让他看到吴聘受罪。如果他对吴聘情深意重的话，为了吴聘，他以后也得好好收敛收敛。起风了，你冷不冷？不冷。你呢？不冷。你知道吗？从周鹏的横梁砸下来，你奋不顾身抱起我的那刻起，我心里一直就是暖乎乎的。你到那个时候才爱上我？不，在金阳街头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对你心动了。啊，就因为那5两银子？不，因为你的善良。你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？也许是在我知道你骗了我的那时候。骗了你，你还信？
是啊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让我感觉又可怜又佩服，又快乐又郁闷，又爱，还有恨。你们快起来吧，你爹准了。起来吧。谢谢娘，谢谢娘，谢谢爹。周莹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答应过我和你爹，从今以后修身养性。娘，我一定做到。也不知道当初让你进吴家东院是福还是祸。二位不吝援手，救灾民于饥寒之时，解泾阳出危难之境。赵某以父母官的身份敬二位一杯薄酒，以表感谢之情。赵大人过奖了，都是举手之劳。赵大人过奖了，都是顺手牵羊啊！来，沈兄，今日若非赵大人做东，你我也难离一聚，何不战袍旧院，只谈助人之乐？是啊，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今天通通放下，我们只谈公义，不聊私怨。我听说吴家东院把自家的田地拿出来，无偿给灾民耕种，确有其事。让灾民自食其力，胜过每日靠施舍度日，此举甚是高明。吴少爷，我敬你。吴少爷何止是赈灾高明啊，他做生意更高明。你我的旧账下来再说，可否？为什么要下来再说啊？何不今日就让赵大人断个公道呢？看来这酒是喝不下去了。哼，赵大人，其实你今天不叫我们两个来吃饭，我也会登门拜访你。这是我的状纸，吴聘拐卖我家丫头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还请赵大人把那个丫头归还于我们沈家，再定吴聘拐卖人口之罪。赵大人，
东院的确有一个丫头，原属沈家，但沈家的大少爷沈月笙已经口头答应将其转让给东院，只是后来事情有变故，转让手续未能履行。那个丫头是我们沈家的私产，可以随便转让的吗？那个丫头已经是在下的贱内，哪怕东院倾家荡产，也不可能转交给沈家。升堂。赵大人，这是物证。这是人证。那个周莹现在人在何处？回大人，周莹已在堂下等候。带上来。传周莹。民女周莹见过赵大人。周莹，现在吴沈两家对你争执不下，一个坚持要把你带回沈家，一个坚持不放。你是作何选择？赵大人，我嫁给吴聘，虽非明媒，但也是正娶，哪有分开的道理？但是你的卖身契还在沈家。卖身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若将你判回给沈家呢？无论赵大人怎么判，反正我就是死，也要跟着吴聘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判定，周莹归吴家东院所有。周莹的身家银子，吴聘立刻支付给沈家，共计白银15两。赵大人，你这怎么判的案啊？你既然让我主持公道，这就是公道。他一个买来的五品，你们还搞官官相护啊？你这是贪赃枉法！我没有贪赃，但的确枉法，不然吴聘重伤的案子早就破了。师兄，请向南。周莹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抓回来。周莹，把你的卖身契拿去。多谢赵大人主持公道。多谢赵大人。周莹，你今日既然来到这公堂之上，我有几句话要劝告于你。赵大人，请赐教。你身为大家媳妇，本应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所谓女子本是深闺妇，足不出户理正当。赵大人，
今日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指的不是今日。那你指的是？你随意抛头露面，已经不检，女扮男装更是不成体统，还在街头与洋人勾搭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哎，赵大人，你这话可说错了。我亲眼所见，还能看错？那天我……周莹，孔子曾说：“男女行者别于途。”孟子也曾力倡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我望你以后检点言行，勿忘我将你判给吴家东院的苦心。赵大人，你说男女授受不亲，那夫妻呢？夫妻当然不在之列。你这，你说的，夫妻可以亲。你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退堂。退堂。多谢赵大人教诲。真是服了你，竟然把一个堂堂县令整得如此的狼狈。他活该，谁叫他乱教训人的？但无论如何，今日之事，还是得谢谢赵大人。周莹，你自由了。其实吧，这样卖身契根本就拴不住我。为什么？我爹只要一没钱，就会编个名字把我给卖了。等银子到手，我再想办法逃出来。我们父女俩换个名字，远走高飞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拿到这张卖身契吗？因为我不想你再逃跑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你可以不改名不改姓，永远都是周莹，堂堂正正的周莹。好啊，那从今往后，我就叫周莹，并且是我的周莹。你的？是。以后无论我去哪儿，我都把你带着。我看账，你帮我打算盘；我谈生意，你帮我出主意。夫妻同心，双剑合璧，一起把吴家东院发扬光大，做到陕西第一，天下第一。陕西第一，天下第一，我行吗？你行的，你一定能行。沈老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除了月生之死，都不是真的。真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给月生兄报仇。这算不算是诬陷？这叫手段。沈老板，您之前也说过，只要能够给月生兄报仇，你可以不计任何代价。就这点手段，算什么呢？好，我干。
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沈老板，请讲。不能让外人知道，这是我举报的。没问题。这张诉状，你必须得亲自誊写，并且手起。沈老板，这件事由我亲自操办，你大可放心。青儿，过来一下。爹，回来的这么早。青儿，这位是杜老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全靠杜老板出手，你才能从赵白石的黑牢里逃脱。哦，沈心怡叩谢杜老板救命之恩。哎，二少爷，快！二少爷猛一看，像极了大少爷啊。可惜啊，像大少爷这样的人物，却死得这么惨，真的是天妒英才。什么天妒英才？就是吴家东院那帮人杀了我大哥。星儿，别乱说话。二少爷倒是颇有血性。沈老板，依我之见，二少爷虽然年轻，但是锐气逼人，将来的成就绝对不在大少爷之下。多谢杜老板另眼相看。沈老板，二少爷，告辞了。啊。哎，六伯。爹，这杜老板什么人啊？来头不小啊！如果连赵白石都要听他的，那我真的有件事情要他帮我忙了。什么事？就是我那个跑掉的丫鬟啊，赵白石竟然贪赃枉法。说什么呀你？月生大仇未报，你还在纠缠什么丫鬟呀你？爹，我去看一下奶奶啊。老爷，二少爷调了100担大米赈灾去了。石神医，你自己胡吃海花就算了，还偷了家里的粮食，送给那些灾民。我教你这么久，算盘你不会打，账你不会算，吃里扒外，阳奉阴违，学得挺精啊你。老爷，星儿也是发善心做善事。这算什么善心啊？啊，完全是败家，败家！连赵县令还请星儿吃饭呢，说明也不是星儿的全错呀。赵白石一顿饭就值6、7千两银子，你也糊涂了你！你大哥像你这么大事，早就独当一面了。你看看你，从明天起，给我跑街去。啊！老爷，跑街太苦了，星儿会吃不消的呀。你还惯着他啊？慈母多败儿，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。爹，你别骂娘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哎，滚！张长青已经布置完毕了，沈四海也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了？还差一环呢。胡志存，
胡老板，哎，对不住啊，我们老爷今天不在家。那，请问他什么时候在家呢？最近一段时间啊，我们老爷每天都要出门，都不在家。哦，那行，我就另外再找时间吧。好，胡老板，这是前段时间的账和银票，请你点点数，看对得上账不？这意思是，胡老板，祝你财源广进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掌柜的，你给抬抬眼。考验，什么人送来的？死党。就是他。这个人用武器的样子，应该是贼货。那给多少合适啊？你看，20两银子，顶天了。明白。今天这茶可是我沏的，你尝尝，看看香不香？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没错，只是什么？你说。来，先坐下。这黑茶应该是要用紫砂来沏，而入秋之后沏茶也是以紫砂为宜。我懂了，我先去换。不用。这瓷杯沏出来的茶，怎么比紫砂沏出来的还要香？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你亲手沏的缘故。好香啊！再喝一杯。好。你这看的是什么呀？我看的这个是玉龙泉的账，每年东院都会给卖福茶卖的最好的客商给返点。我现在看有哪几家。哟，上了5万两的有2、3家呢。可不，东院福茶的生意，他们可是出了很大的力的。但大多数的客商，一年也都只能卖1万两银子上下。是啊，有100多家呢。我倒是觉得，前3名当然要鼓励，但最应该返点的是这100来家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客商地处偏远，再怎么攒劲儿也卖不过5万两，但是努把力，多卖几千两却是有可能的。而每家只要多卖2000两的话，那一年下来，就可以增加几10万两呢。那以你所见，超过12000两的，通通都返。我是不是又乱说话了？我呢，
就是喜欢听你乱说话。少爷，王世军来了。啊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哦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怎么样？回少东家，您托我办的事儿，我都已经办妥了。辛苦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小王找你做什么啊？现在不能告诉你。跟我还要保密啊？这件事儿现在没有眉目，所以暂时不能声张。哎，周颖，我想去跟爹说一说，让你去参加六传厅的晨会。六传厅？嗯，晨会，那是干什么的？啊，那是我们吴家太爷爷那一辈所传下来的规矩，每日寅时卯刻，我们吴家东院所有的大管家、大账房，以及没有外出的掌柜，都要聚集在六传厅，去讨论当天生意上的分配。另外呢，我们吴家东南西中这4院呢，有许多的生意是互相参股的，所以每个月的初1，我们4院的大管家、大账房以及相关的掌柜也要聚集在六传厅去讨论生意上的事儿。好啊！哎，大家都说东院的管家、账房、掌柜个个都精明能干，能听他们说一句话，一定胜读10年书。10年书，这肯定是比不过。不过呢，对东院的生意倒是能够从中得知8九。爹会让我去吗？他都不让我出门。还有娘，让我跟着春杏学绣花呢。东院县城养了这么多个绣娘，哪还缺绣花的？反倒是有经商天分的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你说我啊，有经商天分啊？你刚才那番见解，连我都想不到。是吗？是啊。你放心吧，东院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相信爹一定会答应的。最近我们的生意掉了一大半儿。掉就掉吧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爹。哦，哈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挑几样好一点的补品。啊，对了，上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吃的那个冻阿阿胶，我想明天给吴婶带一点，还有，我也想给吴聘哥哥。咏梅啊，别再惦记着吴聘了，也别再去吴家东院了。可前2天你还让我……别说你跟吴聘，爹跟吴卫文，我们胡家跟吴家所有的交情、所有的缘分都没有了。爹，咏梅，你放心，爹一定再给你许一门好亲事，我保证比他吴聘好1000倍，比吴家好10000倍。我不要。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你回去吧，你赶紧走吧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就是啊，你回去吧，走吧。这怎么办呢？我去多找几个人过来。哎，一个大活人送到你们家，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我不走，我要见我女儿。二少爷，见我女儿。二少爷，有人上咱们家撒野来了，老爷不在家，夫人陪老夫人上香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今天憋了一肚子气了。
既然有人送上门来了，那正好啊。人在哪儿？在门口呢。我不要见人！您这是干嘛呀？我就哎呦，要我干嘛呀？沈家大门口！哎，你谁呀？在我们家撒野，找死是吧？你们害死了我女儿，我这个当爹的活着还有什么？别这样！哎呦，拦着！哎呦，他女儿谁呀？就是女巫跑了的那个丫头。周莹啊！周莹啊，爹找你来了！哎呦，老爷子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是谁啊？这是我们家二少爷。啊，二少爷。哎，我就找你了。这事儿只能你来办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卖人的15两银子我都带着，要么你还我女儿，要么你得倒找我30两银子。你还找我要银子？我还没找你要人呢！哎呦！血！哎，我可没用力推你啊！你这怎么了你啊？我有内伤啊！沈少爷，救救我吧！怎么办？叫大夫啊！还不快去啊！叫大夫！哎，要是有坛酒，我能撑一会儿。要酒？这不这有酒吗？拿起来！哎呀，你现在喝酒行吗？没了。怎么样？你好点没？哎呀，再来一坛呢，也许能再撑会儿。哎，哎呀，酒啊！喂，要是我现在给你来2斤卤牛肉，再从春风十里给你叫几个姑娘唱首小曲儿，你是不是能撑得更久？那么能撑到死？行了，别装了，起来！哎，不行啊！哎，再来一坛酒，要不我没力气沏。这酒有什么喝头哎？哎，这可是15年的西方啊！哎，西凤酒最好喝的不是15年，是10年的。嘿，兄弟，行家呀！而且呢，味道最纯正的也不是益华油，哎，是裕德代家的。没错。而且一定要在季菊镇喝，那才叫原汁原味。你趴在这地上，能喝出什么来啊？咱现在就去季菊镇，点上它最出名的酱肘子下酒。啊，还有奶汤锅子鱼。没错，走吧。哎，走了，来，少爷，这